看着眼前充满青春活力的男孩，我见色心起。小奶狗和女高管，经典的爽文模式。此刻我真真切切的爽到了。姐姐，下次不要那么用力了，这胸口现在还痛呢。全暗的会议室内，我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。我将手机倒转，点开了那张图片，白皙的胸脯上有丝丝划痕，看着有些激烈。不动声色的关机，我淡淡的勾唇。这一季 LK 品牌的主打产品是内裤，昨天刚出了成片，实习生不安地看向我，收到我的眼色后才敢继续展示。我叫苏黎，国内顶尖时尚杂志的副主编。不过我什么都没干，公司里闲言碎语的贱人却总喜欢在背后嚼我舌根。总结起来无外乎就那一句话，靠男人换资源。但其实我对男人的外在真的挑剔得很。发图片来的正是我最近的新宠，一个名叫灵动的小奶狗。几个月前，我在一次活动上发现了想找兼职做的他，后来我好心介绍了一份兼职工作给他。工作地点我家，工作客户我，工作服饰无。小奶狗和女高管，经典的爽文模式，而我也确实爽到了。他穿着的内裤正是我送给他的20岁礼物。这个模特不行，脸蛋太阴柔了。LK 品牌的目标客户是直男，不是 gay。我打断了实习生的介绍，示意他们介绍下一个 case。真是的，还不如灵动的随便一拍，至少能看得我心痒痒。下班后，我如约归家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姐姐，我都等你半天了。才一进门，灵动就朝我走了过来。你干嘛不穿衣服？明晃晃的胸肌映入眼帘，我的肾上腺素瞬间暴涨。还不是因为你，我一穿衣服就磨到伤口，好痛。灵动高大的身子蹲下来，帮我脱掉了高跟鞋。她的发丝毛茸茸的，不经意地摩擦着我的小腿。姐姐，你给我擦药吧。灵动笑眯眯的，将碘酒和棉签放进我手中。是你弄伤我的，姐姐，你要负责的。碘酒轻轻点压在隆起的肌肉上，画出一条淡淡的印子。嘶啊！因着疼痛，灵动下意识地发出了呢喃声。她好听的嗓音若隐若现，刺激着我的手指不由得加了力度。姐姐，你是故意的。灵动又委屈又无奈，抓住了我的手。所以你得补偿我。我半推半就地被灵动推倒在了沙发上。接下来到底是谁补偿谁，可就说不定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卧室外边的声音吵醒了我，我穿着睡衣走了出来。姐姐，你醒了呀？快去刷牙，早饭马上就做好了。灵动细心地煎着蛋，厨房里满是食物的香气。啊，不得不说，年轻就是好啊。被折腾了小半夜，他还能早起做饭，我却只能控制不住地打哈欠。你没课吗？还不走？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小子总是要过了夜才舍得离开。上午的课都是选修的，我逃了。灵动的脸上绽放出人畜无害的笑，我只得无奈地摇摇头。20岁的他终究还是太年轻，满脑子只懂得挥霍青春，享乐潇洒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大学期间过的那些苦日子，每天不是泡在图书馆，就是为教授的私事跑断了腿，为了争到那点奖学金和保研名额，我几乎累成了狗。姐姐，冰箱里的东西好多都过期了，你怎么不知道扔啊？姐姐，你哪天休假呀？我们一起去新开的超市吧。我有折扣券。灵动忙碌的背影像是一只欢乐的小松鼠，丝毫看不出任何生活压力。我不确定，再说吧。灵动和我太过于不同，他顶多算是个高级消遣品。承诺呀，温存啊，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我懒得给。这个我不喝，我早上只喝一杯温热的红枣茶，被推到了我的面前，我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冰柠檬水是吗？今天不行，以后的1周也不行。灵动拉过我的手，重新扣在杯子上，温热的液体暖上我的指尖。明后天就该来例假了吧？这个时候得注意保暖。还有那个高跟鞋，这2天就别穿了。你176的身高，还穿那么高的跟儿，你要那些矮胖上司怎么过呀？灵动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，搞得像是亲眼见过我老板一样。你怎么知道我老板什么样？灵动长了对狐狸眼，笑起来有点狡黠的灵气。猜的呀。他要是个高富帅，我还能有机会吗？我无奈地摇摇头。做早餐，小关怀，这些招数也就对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还有效。我这样的老油条早就无感了。之前为了避免麻烦，我也看过灵动的底儿，但是他反馈给我的有效信息实在太少。我只知道他是独生子，家在外地，目前在本市的一所综合性大学里念大一。对了，昨天你过生日，家里人没找你呀？灵动吃着吐司，下意识地回答，找我干嘛？发我红包就行了。关于钱的事儿，灵动从不矫情，这点我很满意。他是个贪财的小机灵鬼，虽然才认识月余，我早就看得一清二楚了。要不是这样，也轮不到我。回想起我和灵动的相遇，那时我们杂志社和大学共同承办了一场活动，展示一些学生们自己设计的时装。新来的实习生算错了模特人数，害得我还得现场摇人。姐姐，这些衣服都是我师兄设计的，我之前是穿过，要不我帮你们上吧。身后传来一个年轻的男生，我下意识地回头，就看见了一个搬着箱子的年轻男孩。
同学，这不是你平时做兼职的地方，你不行。我只当他是个想出风头的小崽子，压根儿就没认真看他的脸，随便敷衍地拒绝了一句。姐姐，你都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人家到底行不行啊？林动急于辩白，他那焦灼的语气听得有点奇异，惹得后台的实习生止不住地笑。直到这时候，我才扭过身子直视他，才一眼，我便崩了盘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林动。姐姐，你到底是不是这儿管事儿的呀？像是魔怔了一样。下一秒钟，我静倏地按住了他的手，将他拉进了后台。换衣服，那一场秀，我很认真地看到了最后。从专业角度讲，林动的步子走得马马虎虎，也就是个业余水平。可是只有我知道，当他顶着那张脸出现之后，他踩的便不再是 T 台，而是我的心电图。也许我该跟过去告个别了。活动结束后，我扣下了林动的报酬。当年轻的他朝我的车走来时，我就下了决心。姐姐，我身份证丢了，咱们只能去你家了。没想到这小子是个老手啊！不同于在后台时被激怒的气盛，此时的林动就像个深谙其道的成年男人。果然，那一夜我同他食髓知味。夜半，卧室，我撑着头，凝视着林动熟睡的侧脸，身体的温热感已渐渐散去，可我的心却还藏着点点情愫。食指轻轻划过他突出的眉骨，落在鼻尖处。乖，别闹。林动无意识的梦呓，却戳中了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。我轻轻地把头埋在他的颈窝处，贪婪地感受着他身上活生生的气息。他是老天爷对我命运的馈赠，也是我对自己不堪青春的补偿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自然地联络上了。起先我想拿钱结算，但林动却不同意。姐姐，我是个学生，不是卖的，每一次转账都被他直接退回，红包他也从来都不收。老实说，这样的我见多了。先是跟你打感情牌，等感情积攒的差不多了，直接给你憋个大招。我知道，姐姐就是怕你念书辛苦，既然是游戏，那我就陪她玩玩，反正我也没什么损失。那你让我搬过来，你天天盯着我吃饭，好不好？你一个学生住寝室不好吗？寝室里都是帮臭男生，哪有姐姐香啊？最近林动变得越来越粘人，无时无刻不在跟我撒娇。不行，你家里人知道你随便去外边住会生气的。哎呀，你别担心，他们真的不管我的。林动急于辩白，眼神真切至极。按理来说，儿子才来外地上大学，家里人应该是挺关心的。但是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我从没听见林动接过任何疑似家人打来的电话。不过我倒是听他发语音的时候标过几次英文，发音纯正，语句通顺。毕竟是做时尚的，流利的外语必不可少。我的薪水都是以年薪计算的，并不低。不过我深切明白一个道理，想要往上爬，你必须不断地武装自己，永远不可以落后。收入的一大半我都用在了各种进修上，尤其是语言，我着实下了一番苦功。几次偷听下来，我确信林动的英语水平只能在我之上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次自己的专业并不是就业热门，压根儿也跟英语不沾边儿。我随意笑笑，不再思考这些。只要他还乖，那我就能继续留着他，直到他跟我摊牌结算的那天。我以为这样的好日子会一直进行下去，可是林动却在这时候给我惹了个大麻烦。什么？你居然打架，还被学校停课了？下班回家，我看到了蹲在楼梯间的林动，他坐在行李箱上，给我讲述了来此的原因。反正我现在回不去寝室了，你就发发善心，收留我一段日子吧。姐姐，林动委屈巴巴地望着我，就像是条迷路的大型犬。哎，怪我忘了，其实他还是个孩子。这个年龄段的男孩肯定还是很惧怕家长的，他要是直接回去了，估计肯定是要挨骂的。看他平日和自己家人联系的那么少，许是关系本就不太亲密，打架加上停课，弄不好甚至会挨顿胖揍也说不准。终究是挨不过心软，我还是松了口。先进来再说吧，本来是没打算留他常住的，可这小子却无比自觉，3下5除2就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整理好了，俨然一副要在这里常住的模样。姐姐，以后我每天给你做饭，收拾卫生，我保证一定起得比你早，睡得比你晚，给你伺候得舒舒服服，养得白白胖胖的。你这一戳弄得像是养猪计划似的，这是要报答我还是害我呢？对了，你受伤了吗？我拽过林动，仔细查看了他一遍，好在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伤痕。他们几个花拳绣腿的才不是我的对手。我笑笑，懒得揭穿他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，我总感觉林动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幼稚。也好，趁着这次同居，我可以好好观察了解一下他。总归是睡在一起的人，多一点了解，事情才不会走向失控的局面。那种被蒙在鼓里，最后才揭开真相的残酷经历，我再也不要有了。晚饭的时候，他否决了我外出就餐的建议，留我在家里一同进餐。他煮了面，做了2个可口的小菜，说不上顶级美味，但我却吃出了一种寻常人家的烟火气。甚至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竟然觉得我们2个人就像是新婚的小夫妻，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过着小日子一般。其实这种感觉是我从小就羡慕的。老实讲，小时候我家里没什么人，
爸爸常年在外赚钱，妈妈也有数不完的聚会。保姆做的饭再好吃，他也从来不会陪我上桌。我只不过是机械的填饱肚子，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的团聚之味。后来父亲过世，母亲更是没了半点枷锁，连带着也忘记了我的存在。我自嘲地笑了，林动不解的眼神望了过来。没事儿，挺好吃的，不过是一句敷衍的肯定。林动却回报给我一个灿烂的笑。你看，年轻人多好骗。本以为吃了面之后，我就可以和林动进行二人深切会晤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自作主张改了项目。他翻出了我的运动服，又找出了我鞋柜深处的那双斯凯奇。在林动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只能跟他下了楼，朝小区外的广场走去。你看这空气多新鲜啊！你天天不是在写字楼，就是在摄影棚，时间长了会被吹出空调病的。林动拉着我走，一副苦口婆心的语气。你还别不服气，我倒着跑，你正着跑，你都追不上我的。林动还在跟我炫耀他的年轻资本，我却率先一步转过身子，倒着开始跑了几步。我在林荫场上一骑绝尘的时候，你还连个细胞都不是呢。行行行，你最厉害了。面对我的不服气，林动一脸的宠溺。出了门连姐姐都不叫了，你胆肥了呀？啊！后背传来异样的触感，我瞬间开始倾斜，知道自己是撞到人了。好在林动及时拉住了我的胳膊，但慌乱中我到底还是踩到了对方的脚。没崴着吧？林动也不管对方如何，只担心地蹲下身子查看我的情况。我没事儿，毕竟是自己有错在先，我打算转过身子好好跟对方致个歉。没想到被撞的那个家伙却先开了口。苏里，你真是报仇10年也不晚啊！来自成年男性低沉好听的嗓音，却让我刚刚活动开的身体瞬间冻结。没错，那个混蛋的声音我到死都不会忘。是他，卢迪，我唯一的前男友。说起卢迪，我跟他的纠葛可比跟林动之间的小游戏深多了。那段时间我无比消沉，雪上加霜，又被人从中作梗，毁了我刚拿到手的 offer。不仅如此，几乎同类型的公司都拒绝了我的面试申请。为了生活，我只得去各种活动兼职做模特。卢迪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，他给了我机会，介绍我去了一家前景不错的公司拉迪亚。作为回报，拿到工资的那天，我请他吃了饭。面对我的吻，卢迪也不再伪装，接受了我的邀请。事后，我穿着衣服想要无声告别，他却扯过一根项链戴在了我的脖颈上。苏里，好好跟着我，我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我想要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他拿什么给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拼命工作，连升了好几个 level。但是很快，一位毫无工作经验的白富美空降公司成了我的直属上司。传闻说那是大老板未来的儿媳妇。我早就知道，这家公司背后的大老板就是卢迪的亲爹。得知我递了辞呈，卢迪飞车来到了我的住处。你就先忍忍，不过就是个形式。我爸没有恶意，只不过是一时接受不了我们的事，想杀杀你的威风而已。我给你开了副卡，去买点喜欢的包包首饰，别不开心了。不必了，我不想再穿你未婚妻给的小鞋了。整整1个月，我遭受到的不公，我没有跟卢迪说过半句。我清楚地明白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如果没有得到默许，那位大小姐也不会如此嚣张。苏黎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在这个城市里，离开我你寸步难行。我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卢迪的骄傲，他卸下了最后的体面。你错了，大少爷，就算我只能光着脚走路，也能踩痛你。当夜我就来到了现在工作的地方，转天走马上任。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要长久的依靠谁，至于后路，我早就找好了。某人的欺骗让我一夜成长，卢迪的蔑视让我快速升级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情啊爱呀都是没用的玩意儿。活在这世上，最重要的是掌握好安身立命的本事。俗话说得好，好的前男友就应该像是死了一样。没想到卢迪还是个阴魂不散的。苏黎，我也要来荆州定居了，有空我们聚聚。不用了，我忙。我下意识的回绝，根本懒得理他。无妨，你知道我的，想见就一定会见到。他打量着我身边的灵动，轻蔑的一笑。苏黎，看来你确实发展的不错呀，连小奶狗都养上了。我眉头微蹙，厌恶的表情根本藏不住。年轻才有活力呀，要不然追不上姐姐的步子。估计是猜到了对方的身份，灵动将我护在身后，戏谑地回怼卢迪。吃软饭的家伙，口气还挺硬。卢迪收了对我的调笑，看向灵动的眼神里充满轻蔑。卢迪，你说话客气点儿。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跟谁相处与你无关。再怎么说，灵动也是我的人，轮不到他在这儿说三道四。可不，被丢掉的垃圾就不要开口了，都是臭气。这话灵动是笑着说的，但他的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杀气。二人之间一副剑拔弩张的味道，让我骤然紧张了起来。我们走吧，我累了，不想再和卢迪纠缠。我拉着灵动就要离开，灵动的身子有些硬，但最后还是被我拽走了。一进家门，他就没好气地开始质问我和卢迪的过去。
与你无关，问那么多干嘛？不过是在撕一遍伤口，我才懒得说。他说话那么损，你为什么不抽他？是不是还喜欢他？他说以后他要在这儿定居，你以后会见他吗？司礼，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还对他余情未了？林动的气氛远远超出我的估算，甚至直呼了我的大名。林动，不要无理取闹，我累了，明天再说吧。说着，我走进了浴室，还没关上门，林动就冲了进来。男人的力量本就大，我根本招架不住。耳边传来林动反复的质问：“你说你爱不爱我？”我从未见过他这样，有点慌了。不同于平日里的方式，这次的他让我感受到了男人原始的占有滋味。最后的最后，早都是他抱着我洗的。几天后，在家休息的时候，我接到了我妈的电话：“小黎，生日快乐。”电话那头的女人调子悻悻的，听着就像个病西施一样。我在工作，先不说了。你这孩子真无情。俗话说得好，儿的生日，娘的苦日，你也不说谢谢妈妈。母亲的抱怨脱口而出，底气十足。谢你？谢你什么？即使是陌生人打错电话，我也还能礼貌地挂断。可对他，我真懒得敷衍。谢你拿着爸爸的钱出轨，谢你逼着爸爸签字离婚，还是谢谢你伙同情夫害得爸爸负债而亡？儿时的痛苦回忆一幕幕袭来，捏着电话的手不自觉地加大了力度。爸爸会死都是你逼的，如果有的选，我宁愿从来没出生过。母亲是个极其自私的美丽女人，从年轻到现在，她从未变过。就是因为永无止境的欲望，她才会贪心的在崩溃边缘不断试探，出轨、夺产、卖惨、骗钱。为了追随那个怂包情人，她把本就身患焦虑症的丈夫逼上绝路。父亲死后，母亲依然不消停，她挥霍父亲留下的钱财，流连在各种爱情之中，对我的生活不管不顾。我厌恶母亲，又怜悯父亲。我曾经不断告诫自己，绝对不能走上父母的老路，可终究事与愿违。爱过的男人伤了我，而我也失去了爱人的能力。所以走了这一大圈，还是和林动的关系最让我舒服。不动情，只慰藉，他是我最好的补品。小黎，除了我，还有谁记得你的生日啊？你居然还这么对我说话！你就是个白眼狼，小畜生！母亲的咒骂越发的狠毒，污言秽语震得我耳膜隐隐作痛。小畜生也是你生出来的！电话那头，母亲早已歇斯底里的开始咆哮，我却终于舒心的笑出声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发现林动站在了门口。我不知道他是否听到，也懒得问。姐姐，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吧。从林动的眼睛里，我看到了自己的臭脸，他倒是一脸的兴致勃勃。终究还是拗不过他，出了门。林动拉着我来到了城里有名的小吃街，牵着我从头开始逛。本来压抑的情绪渐渐被街边的游人所感染，我也开始有些投入。路过一个摊子，我盯上了其中的一只布偶，很老的样式了，不过依旧能够打动我的心。多年前，父亲送过我一个类似的玩偶，只不过比眼前这个小很多。姐姐，你要这个？我的兴趣被林动看在了眼里，他同摊主讲起了价钱。这个是打枪中的奖品，只能兑换，不能卖。这不是个普通的玩偶，他的口袋里还有1000元现金呢。但是要拿这个走，不仅要100发子弹全中，还要打出一个形状才行。光是买100发子弹就要100块了。要是再算上这么变态的条件，就是打到天亮也没有拿走的可能。这就是个赔本的买卖，不值得。咱们走吧。我拉着林动的手要离开，他却扔下了一张100元大钞，挑了一把枪。你想要的都值。他的眼神里充满着坚定，像是待捕时的狼瞄准了他的猎物一般。1枪、2枪、3枪，几乎是没有迟疑的。林动连打10几发子弹，发发必中。摊子边上围着的人越来越多，不少犯花痴的小女生忍不住开始拍照录像。很快，100发子弹打完了，弹无虚发。路人连连称赞，看不出来这小子认真起来还挺帅的。厉害呀，帅哥！你是中了，不过你这打得横一条竖一条的，不符合标准啊！小贩的狡猾嘴脸引起了路人的不满，大家开始起哄，说他不守信用。要不然玩偶给你，钱我就留下了。帅哥，其实你还是赚了，对不？也许是吃定了我们的目标只在玩偶，小贩试图挽回自己的损失。林动迈着长腿跨过了摊子，走到了靶子边上。哎，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打人犯法呀！小贩有些慌了，节节退后。林动的手转动把盘，小吃街所有的招牌灯却在此时准时亮起。被打空的气球连成了插着蜡烛的蛋糕图案，蜡烛上头对应的招牌正好是一个个火苗的形状。看看这蛋糕的形状还标准吗？人群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。林动却盯着我的眼睛，默念了一句 Happy Birthday。归家之后，我问他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。姐姐，我为什么不能知道你的生日？林动的反问把我弄愣了，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我的男朋友，你我之间只是寂寞男女的逢场作戏。话被我哽在喉咙里，因为林动的嘴唇堵了上来。
欢愉过后，躺在床榻之间，我提出了我的好奇：林动，你的枪法在哪儿练的？为什么那么好？美国，我考过持枪许可证。小时候，我家住在洛杉矶的贫民窟，夜里闯进了强盗，抢走我最宝贵的一切，然后逃跑了。后来我长大了，拿到身份证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报名学了枪。那些我从不清楚的往事被林动娓娓道来，击碎了他过往在我心中的幼稚形象。如果再遇见那个强盗，你会开枪吗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关心他在美国的事，反倒是脱口而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。林动看着我，眼神令人玩味。要是姐姐，你会怎么做呢？他撑起了身子，反问我道：如果我能报仇，我必加倍奉还。而且我要诱惑他自己上钩，然后再合情合理地毙了他。林动的眼里有诧异，而后闪过一丝释然。姐姐，我喜欢你的答案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竟然开始对林动有了莫名的情愫。这肯定不是喜欢，也不是爱，但是具体是什么，我自己也说不上来。许是睡多了，身体的自然反应吧。看来我得节制点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林动在我家竟然住了2个多月。他不走，我也懒得撵。原来我的早餐很不规律，很多时候也不过就是一杯冰柠水对付过去。可自从林动来了，冰箱里有了该有的样子，家里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譬如暖贴或者泡脚盆。要不是林动在床上还是那么的生猛，我真的怀疑跟我生活的是个中年养生大叔。直到跟同事聚餐时开始下意识地点养生汤，我才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间改了好多习惯，而这都是因为林动。姐姐，你得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要不然你就不能陪我到老了。林动总是一边给我揉着肩，一边叮嘱我：我会陪你很久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的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林动有些变了。突如其来的加班后，我一定会看见等在公司楼下的他。我刚抱怨工作很累，隔天就会被告知项目被砍，工作减量。收拾出差的行李，他却总是拖延着我，一个劲儿说不收拾就不用去了，最后还真的没去上。这种说不出来的异样感一直围绕着我，让我莫名紧张。包括上次他提及关于美国的事，我根本一无所知。纵然如此，我依旧没有开口询问林动，也不是什么性命相交的关系，知道那么多干什么？游戏而已，各取所需。多余的事不问也罢。天气渐暖，林动开始各种拉着我出门，骑车、郊游、攀岩、真人情景剧本杀。我的所有假期几乎都被林动安排掉了，跟他一同体验了年轻人所熟悉的一切娱乐。因为走到哪里我俩都是成双成对，很多人自然而然便误会了我们的关系。姐姐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咱俩多配呀！每到这时，林动总是自豪地宣示着主权，我只是一笑，懒得解释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跟他真的就像是寻常情侣一般。每次床子之间，他总喜欢问我对他到底有几分情意。我不是打哈哈，就是妩媚地勾住他的脖颈，堵住他的唇。他始终是个小孩，到现在我也没跟他建立出来大人之间的默契。那天下班早，林动开着车来接我。他开的是我的车子，最近他连司机的活都揽下了。怎么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替我去上班了？其实我不想你去上班，不过你工作的样子真的特性感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。他最近连姐姐都不怎么叫了，更多的时候都是用平等的你来代替。臭小子，是不是混大了，连姐姐都不叫了？好姐姐，没姐姐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林动的态度看似谦卑，眼神里却藏着一丝狡黠。以后只有咱俩的时候我叫你姐姐，出去的时候我就不叫了，行吗？做梦，我想都没想就无情地拒绝了他。你又不是把校长打了，怎么还不让你回去上课呀？掐指一算，他都待了快3个月了，再待下去，期末考试都要开始了吧？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怎么还撵上我了？好姐姐，我错了。等红灯的间隙，林动偷亲了我一下，双眼带着点挑逗的味道。我认真的，你到底被停了多久的课？林动，你不是被开除了吧？任我怎么问，林动只是专心的开车，就是不理我。就在我要发飙的时候，他把车子停了下来。我顺着招牌望去，居然是家网球馆。我约了场子，你的球拍和衣服都在后备箱，跟我打一局，你会得到你想知道的一切答案。林动看着我，眼神没了平日里的温顺，深得不见底色。那一刻，鬼使神差，我竟然没有反抗。走进球馆，远远的我就看见了卢迪的身影，还有那个女人。苏黎，好久不见。顺着卢迪停住的眼神，宋于乔发现了刚刚进场的我。你被我辞退后过得怎么样啊？敢不敢跟我们玩一局啊？大庭广众之下，宋于乔肆无忌惮，歪曲事实。哟，这次换口味了呀，不泡老板，敢有小白脸了。林动搂住我的肩，开了口：姐姐，他就是你之前那个空降的猪头上司吗？关于过去，我不想多说。你含沙射影骂谁呢？我姓宋，不姓朱，想不到会被人怼回去。宋于乔瞬间失了态。
不是一个档次的。你姓什么不重要，在我的印象里，自诩为白富美的宋于乔一直都备受异性呵护。估计打从娘胎起，他就从未受过如此待遇，更何况对方还是个英俊的小帅哥。混小子，上次没挨揍，这次又来挑事啊！卢迪走了过来，企图为宋于乔争个面子。上次是哪次啊？哦，是你在江边说你要在这定居的那次吗？林动明显是话里有话，听懂了其中猫腻的宋于乔一会儿看看卢迪，一会儿看看我，眼神里满是妒意。林动，我们是来打球的，犯不上跟他们纠缠。没错，这里是球场，那就用实力说话吧，许是太过丢面子。卢迪拦住了我们。双打，你输了，给我未婚妻道歉。哈哈，林动的笑说明了一切，卢宋二人的火都要窜出来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那场球赛我简直就是小威廉姆斯附体，而林动则比费德勒还要耀眼。眼看着宋于乔一次次为接球跌倒、频频落后的局势，卢迪的情绪也逐渐走向崩溃。我从来没这么爽过。苏黎，你也太没有进步了，这么多年都忘不了那个已婚渣男。不过你也是牛逼，还真叫你找了个高仿 A 货。两个人竟然长得那么像，不知道他在床上的时候是不是也和那个短命鬼林琛一样狠啊？林琛，我爱情的开始，也是我梦的终结。他曾以代课老师的身份短暂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惊鸿一瞥，我就此沦陷。长大成人之后，我曾毫不犹豫将一切珍贵的都献给他，得到的却是他老婆的咒骂，还有5万块的买春钱。我不知道他结婚了，从来都不知道。他是个混蛋，当时我就发誓一定要疯狂地积攒实力，向他复仇。我的努力才刚开始，他却死于一场意外。其实我不后悔和他睡了，可是不能报仇的遗憾却依旧没日没夜地折磨着我。听了他的话，林动像是被人踩住了命门一般，不顾一切地朝卢迪冲过去。要不是周围的人拦着，估计不见血是收不了场了。可我却第一次慌了，眼见着情形控制住了，连招呼都没打就仓皇逃离了现场。苏黎，你真怂！一进家门，我就开始收拾林动的行李。我把家里应急用的几万现金都翻了出来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他的箱子里。看了一眼微信里的余额，我开始按数字，按出了一个整数，给林动转了过去。这些应该够了，我和他也够了。姐姐，原来我这么值钱啊！还是因为像他，所以你给我抬了价。尾随我进门的林动盯着箱子上的现金，嘲讽地笑了。你从来没跟我说过那个人，我和他真的很像吗？林动抓着我的手，抓得我有些痛，可这依旧比不上他眼睛里窜出的火焰要人命。告诉我，你还爱他吗？此时的他早没了平日的软糯，就像是被妒火包裹着一般，想要将我燃烧殆尽。我懒得解释，只能拼命挣脱。苏黎，今晚你逃不掉了。林动狠狠地把我摔在床上，一只手压着我的头，一只手开始褪去彼此的衣衫。不许看我的脸，不同于上一次在浴室，这一夜他彻底疯了，暴虐、猛烈，甚至带点小小的屈辱。是的，他是故意的。我的默认彻底伤害了他男性的自尊，他被嫉妒彻底烧昏了头。在我迷迷糊糊的睡去之后，他提着行李走了，现金和转账他都没带走。一连好几天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或许是吃醋，或许是想开了，林动始终没有再联系我。虽然有些不习惯，但这个结局我还算满意。终究是场成人游戏而已，只不过这次确实玩得有点失控了。我打扫掉家里关于林动的一切，如常工作。就在我以为彼此再也不会相遇的时候，林动又一次出现了。姐姐，我考完试，正式放假了。姐姐，上次是我错了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姐姐，那个人那么好吗？还是我太差了？林动的眼神又恢复了以往的温顺，这次还掺杂更多的委屈。超过1.9米的大男孩低着头，人形犬的既视感又一次袭来。一瞬间的不忍心，我说出了安慰的话。没，我都快不记得了。听到我的安慰，林动绽放出一个舒心的笑容，推搡着我一起进了门。姐姐，我找了份线上做的兼职，报酬很多的，以后我可以养你了。他欢快的背影就像是流浪狗狗刚被人捡回家一样，我真的再也说不出一句狠话了。纵使身子长得再健硕，他的灵魂始终是个孩子。整整2个月，我仿佛跟林动一起过了整个假期一般。我上班，他在家做自己的事，下班了一起玩或者回家吃饭。他会接我上下班，照顾好我的生活起居，不让我做任何累的事。在机场，同事们艳羡地看着他来接机，顺便送上玫瑰和最新款的项链。他学会了所有我爱吃的菜，给我制造小惊喜，甚至找借口买了28份礼物送我，在我农历生日那天给了我满满的仪式感。他的吻，他的笑，他的温柔，无时无刻不充斥在我的生活里。每一次情到浓时，他都会问出那一句不变的试探：你爱上我了吗？从小到大，我看过太多的爱，无一是好的结局。父亲因为爱，在母亲那里连小命儿都丢了。母亲一辈子都在追寻爱，老了却只得了一身脏病，还不如一根浮萍。
林琛骗了我的爱，老天开眼，30岁那年让他死于车祸，没有善终。卢迪那样子的家伙，注定一辈子也得不到爱，因为他只会为了利益跟不爱的女人低头。而灵动，他更傻了。毕竟有些教训只有他自己亲身经历了，才会长记性。最近因为总公司那边扩大了业务，连带着我们这边也忙得要命，接二连三的交接会议，这几天我都快要住在总公司了。听说这次和拉迪亚不是合并，是收购。开玩笑吧？拉迪亚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公司，收购他得花多少钱啊？不只是拉迪亚，传说宋氏财团因为债务问题，国内的产业也要转给总公司了。我的天啊！我是进了什么牛逼的公司啊？本想在卫生间里偷个闲，却没想到听到这么劲爆的内部消息。拉迪亚和宋氏、卢迪同宋于乔女职员的几句闲谈，说出一个可怖的事实，那就是他们要完了。我在拉迪亚工作过，公司的规模我还是了解的，能同时弄垮这么2家企业的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总公司的 CEO 我见过，看起来并不像是有那般能力的人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苏里，安心工作，既然是收购，保不齐要与那边的人见面，只不过我没想到会那么快。平日里严肃的上司罕见地对我笑了笑，递过一份文件。调任副主编苏黎到总公司入职，负责跟进收购企业，空想部队。还是我本人？爽文小说也不带这么写的吧？从来没听说你认识总公司的人啊，太低调了吧？上司跟我打趣，说不上来是艳羡还是妒忌，反正那声音别扭极了。自己的能力我是了解的，但是这份委任还是有些过格了。不过既来之则安之。回家途中，我心情甚好，主动拨通了灵动的电话，没人接。或许是他在忙吧，我继续开着车，没多想。他每天都在电脑前捣鼓，但具体的内容我并不了解。我始终都恪守着游戏的底线，不愿意彼此互相触碰得太过紧密。就在车子将要驶入小区的时候，一个身影冲了出来，拦住了我前行的路。虽然第一时间踩住了刹车，那人还是被我撞倒了。我急忙下车，想要查看对方的伤势，却在看清对方的脸后错愕不已。为什么不撞死我啊？反正我也他妈的不想活了。卢迪的脸上带着擦伤，狠狠地啐了一口血水。你疯了吗？要寻死去别的地儿，别把我牵扯进来。估计是拉迪亚被收购的是吧？要不然傲慢如他，也不至于会疯成这个样子。呵呵，苏黎，你真狠啊！有本事做那脏事儿就别不承认啊！我摇摇头，听卢迪说着那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，随手拨打120。苏黎，你哪里是踩了我的脚啊？你是把我们全家的腿都打折了呀！我曾经给你雪中送炭，结果呢，你他妈的就是条最毒的蛇。卢迪，当年你也不过是收到了信息，乘人之危而已。在林琛的相册里，我看见过你和他老婆的合照，卢迪的表妹正是林琛的太太，那个给我下了江湖追杀令的少奶奶。没错，我是趁机睡了你，但是好歹他妈的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找了牛逼的小少爷，就把旧日的恩情全忘了，像条丧家犬一般。卢迪一瘸一拐地爬起来。如果你公司的老总知道他儿子为了你还没上任就操控股市做空局，还成功收购了2家公司，估计会给你开表彰大会的。他满眼的阴郁，嘴巴里吐露出那最不堪的真相。你这个靠身体上位的婊子，睡死了哥哥林琛，又去睡弟弟林动，你是真不嫌腻味啊！大脑像是中了一针，我整个人不禁颤了一下。难怪他们会那么像，居然真的是亲兄弟。我表妹说了，他弟弟知道亲哥哥是因为你死的，直接从美国飞回来了，发誓要好好教训你一顿。你也是真不争气呀！听说你一见到他那张脸，就迫不及待地跟人家滚了床单。我劝你想开点，人家在美国的未婚妻可是真正的名媛，手段比我表妹可狠着呢。苏黎，你骨子里就是个贱货，跟你亲妈一模一样。卢迪狠狠地盯着我，不肯错过我的一丝情绪。比起你和宋于乔，我血赚，不亏。120急救车已经开进了小区，我潇洒一笑，不再理会身后再次崩溃的卢迪。关上车门，我将车重新驶出了小区，按下车窗，任夜风吹过我的脸庞。车子里，蓝牙自动播放出一首粤语老歌，不要自作多情去造梦，给我进献殷勤管接送。那歌是几年前林琛在 KTV 教会我唱的，前几天灵动又帮我下载存在了车载电脑里。我哑然失笑，原来自作多情的人一直是我自己。欢快的曲子循环播放了不知多少遍，一直伴我又回到了家。出奇的，我竟没有哀伤，反倒是渐渐释然了。也好，这才是游戏该有的样子啊。等电梯的间隙，我开始仔细翻阅之前挖我跳槽的信息。看来我的人生又要有新故事发生了。以为灵动早已离去，我自己找着钥匙准备开门，门锁却在此刻从里边打开。我瞟见了那只苍白年轻的手，没想到它竟然还在。别落东西，走的时候麻烦顺便把门带上，像是没看见灵动一般。我在玄关换了拖鞋，径直走向卧室。苏黎，你听我解释。灵动拉住我的手，我却不想转过头去。
不必了，你别乱拿东西走就行。如果我非想要呢？林动强扭过我的身子，逼迫我直视他的双眼。直到此刻，我才真正看清了他的脸。真可笑，我现在竟然觉得他一点儿也不像林琛了。我承认我一开始心思是不正，他没给自己辩解，倒是开始讲起那些只讲了一半的故事。我不像我哥，我是个私生子，从小就被藏在国外。我妈死了以后，只有哥哥每年来看我。那年街区失了火，是哥哥把我救出来的。他告诉我好好念书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未来。我笑了，这确实是林琛的作风。当年他在我班里代课的时候，也拿同样的理由教育过只知道抽烟喝酒、打架逃课的我。我还记得当时的我不服管，嘲笑他只不过是胎头的好，根本不懂别人疾苦。为了驯服我这个刺头，林琛用尽了耐心。他日夜苦练网球，最终打赢了曾经身为青网杯冠军的我。我赢了，苏黎，你要信守承诺，好好读书，我等着喝你的谢师酒。我拿到了提前录取的通知书，也偷吻到了林琛醉了的唇。他曾是我漆黑生活里唯一的希冀，光洁无瑕，明亮似新。我真的很努力，我一路提前升学，就是想早一点回国和他团聚。结果他却死了，林动的眼神不再光亮，倏地暗了下去。他们说他被个爱慕虚荣的女学生给骗了，搞得颜面尽失。听说后来那个女学生拿够了好处，又去找了个20出头的小男生谈恋爱去了。哥哥出事没多久，爸爸终于开始关注我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触碰到了最痛苦的回忆，林动眼神里多了更多的暗黑物质。我拼了命的表现，想要连着哥哥的错一起抹去，终于他还是抬起眸子，紧紧地盯住我。我想尽办法打听他的消息，甚至给嫂子出了各种烂招，拿钱羞辱他，断了他的工作机会，在他困难的时候把他介绍给好色的远亲。我想要他为自己的虚荣付出代价，也想让哥哥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所以我就是你说那个强盗。联想起之前林动说过的儿时往事，没想到主人公竟然就是我自己。你的枪法确实不错，但无虚发，难为我一直自诩是个成熟的大人，却被一个小自己8岁的少年耍得团团转。想想也真是丢脸，那时候的林动也不过是15、16岁光景，连一个法定的大人都不算。是我做过的事，我认。他低下了头，丝丝愧意从林动好看的眼角倾泻出来。即使知道了你的那些事，哥哥却还是说自己钟情于你。嫂子拒绝和他离婚，他就拽上嫂子，不惜想要同归于尽。车子失控撞出了桥边，哥哥当场死了，嫂子也受了重伤。后边的故事卢迪已经告诉我了，林动则好心的帮我补上前因。所以你把这一切都算到我的头上。我冷漠的质问让林动有些慌了，他用力拉住我的臂膀，仿佛生怕我会忽然逃离。我信了我嫂子的一面之词，我伪造身份，故意接近你，甚至为了更像哥哥，我还特意去点了一个痣。我承认我一开始就是个疯子，可随着对你的了解越来越深，我渐渐变了。苏黎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的爱上你了。林动的眼神怯怯的，不敢看我的脸。是因为发现你错怪我了才爱我，还是因为爱上我了才去重新查事情的真相？听着我的话，林动吃惊地抬起了头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哥哥死的那天，他给我打了电话，那些本以为会永远压在我心底的回忆，在此刻因着林动被重新翻了出来。他说他忘不掉我，要跟我结婚。我记恨他骗了我，就激他说，那你就先跟你老婆离婚啊，你敢吗？他为了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，就提前用我们的情侣机拨通了电话。我轻轻挣脱开错愕的林动，朝客厅的茶几走去。他确实跟你嫂子摊了牌，不过没想到你嫂子更疯。他说自己早就发现林琛偷偷去看我，还以我的名义在国外买了房产。最绝的是，他们当时开的车子其实早就被你嫂子剪短了刹车线。你都知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拉开茶几下的抽屉，翻出一个手机，是几年前流行的款式。为什么当时我不说？盯着手机，林动的眼神越发复杂。我从他眼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自己。我知道，只要公开录音，我就能拿到他给我留下的财产，过上好日子。但是在我决定离开林琛的那天，我就说过，从此别过两不相欠。他的命也好，他的钱也罢，都跟我苏黎无关了。我苏黎没什么优点，说到做到，算是唯一的一个了。林动，我信你现在不是那么恨我了，可是同样的，你也没你想象的那么爱我，因为你从未真正的了解我，相信我。手机递到了林动的面前，我等着他做出选择。弟弟，除了这只手机，这间屋子里你什么都拿不走，当然也包括我的心。好了，故事讲到这儿也差不多了。不管读故事的你觉不觉得我苏黎是个好人，我还是会好心的把我的结局告诉你。没错，在林琛上天堂的年纪里，我披着婚纱进了礼堂。当然了，我的老公可不姓林，他是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医生，主攻心理科。离开林动半年后，我母亲被确诊为深度的分离焦虑症。我不想为他曾经的出轨洗白，但是跟一个病人，我属实恨不起来了。
尤其是他甚至开始把我当成早逝的姨妈，每天姐姐姐姐的叫我。讽刺的是，在妈妈最后的日子里，我们反倒相处得很愉快。现在的老公也曾经问过我过往的情感经历，鬼使神差的，我竟然只承认了灵动那一段，省略掉那些狗血的剧情，我只给这段感情留下了个相不逢时的结论。最后，祝你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命中注定，地久天长，安安。